现在呢，我们在大德路解放南路这个路口啊。今天呢，带着家里的两老，也是我们的两宝，例行的呢出去转一转啊。带他们不是去公园啊，就是去一个山上啊，要不就是乡下的地方散散心。今天呢，我们是带他们去到了帽峰山。我们也好久没去了啊，在山上呢，趁着好天气走了一走，在家附近的地方呢，一起吃个午餐啊，应该是晚午餐了，因为他们呢一般就是2餐啊，早上吃的比较晚，所以我们也要就他们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呢，把他们送回家。我们呢就到解放南这边来办点事，趁着太座大人在办事啊，那我呢就看看能不能在这里兜一兜。这边停车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我就想着就在车上兜一兜，顺便的话呢也可以打量一下啊，这个解放南属于越秀区的老城区这边街道啊、街景，然后呢两边的一些小店啊，大家的一些状态啊，正好可以稍稍的打量一下，也看看这边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一个是可以消磨啊等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是逛一逛老城区啊，也算是一举两得。现在呢，我们已经从解放南呢转到了这个大兴路上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手边的这个路呢，还是一个骑楼，而左手边呢有一个红砖的建筑啊，比较巨大建筑叫中山报告厅。我不是特别清楚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啊？明白了，这是广州市第三中学的大门。所以刚才那个中山报告厅呢，应该就是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个类似礼堂这样的地方。这边应该是属于解放南嘛，越秀区的靠近珠江的附近啊，老城区。这个马路呢不宽啊，虽然是2条车道，但是呢它是单行线。右手边这边呢还是有很多的榕树啊，但是左手边呢就是骑楼，没有一棵树，所以它这个树呢只有一边。这边呢路况比较复杂，大家从镜头里可以看到呢车比较多。这边呢本来右手边是海珠南路，但是不可以右拐，因为它是单行线啊，所以呢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呢有一条小街叫诗书路，诗书人家的这个诗书路啊，但这条路呢也同样很小。现在呢明明是绿灯，但是我前面的车都没有动静啊，所以可以想象，虽然是一条小的马路，但是交通也是比较繁忙，前面肯定有车呢堵住了。那么我们呢就在这边稍微的等一等啊，稍安勿躁。正好呢也可以看一看啊，这边两边的一些骑楼底下的商铺，可以看到呢，左手边其实就是一个远华印务，大概就是印刷做名片啊等等。那么这边呢看来是印务一条龙啊，因为隔壁呢有好几家啊，也是写的是印务这样的商店啊，虽然每一家都不是特别的大。街角这边呢是一个彩印店，广东人喜欢啊成行成市的来做生意。前面呢应该是人民路啊下来的一条匝道，所以我这边呢还是决定右转，在天成路上面呢右转了。天成路呢就是刚刚我们从大兴路啊这么连接前面的大德路的一条小街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条小街呢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小店，但是也说不清楚到底以什么为特色。在这边呢，我们就右转。前面刚才看到呢是伊德路站，就是有一个地铁站。伊德路呢，我们耳熟能详啊，广州人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一条越秀区靠近解放南的一条商业的街道，但这条街呢并不宽敞。这个伊德路呢，从西往东走呢是2条车道，但是反方向过来的话呢，就只有1条车道。也就是说，这条马路呢只有3条车道啊，但是到了这边呢，就只有单行线了，就没有那边过来的车道了。也就是说，从这边开始一直到解放路这边呢，3条车道是单行线啊，全部是往东的。这边呢，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热闹呢？就是因为在左手边呢有广东省中医院，中医呢是广东人最相信的传统医学，所以呢这边的中医院呢每天都是非常的多的人。据说呢中医院的这个每天的营业收入啊，就是那个诊疗的这个收入呢是排第1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德路上面啊，那些铺子啊，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批发小店啊，以五金这样的为多。我看到一排都是五金店，所以有时候比较惊讶，就是在这么一条小店上面，它其实做成了一个专业的一个批发的这样的一条街，就好像在人民南那个高架桥下面，以前呢带着朋友去过啊，就是批发眼镜的那个眼镜的一条街，关于眼镜各种各样的配件啊，应有尽有。那么这边的话呢，看来是跟金属打交道或者机电方面的，因为呢就在左手边啊，虽然镜头看不到，它就是广州机电大厦。那我想跟金属这些制品啊，在这边成行成市呢，可能跟原来的这个机电大厦啊，是不是有关系啊？所以大家可以从镜头上看到，这个右手边、左手边的这些商铺啊，全部都是金属、不锈钢啊、高强度螺丝等等。当然了，也兼杂着一些小餐馆啊，什么汤粉世家啦，左手边就是第一福啊。始于1952年的中华老字号，这是一个餐馆。当然也缺不了这个银行，比方说右手边就是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机构。左手边呢，在这个闹市区呢，还有一个学校，应该是一个民族学校吧，我看的是应该是满族小学啊，有很多满文的字在这个汉字下面，这么一个学校，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在这么一个老城区里面呢，有一个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一个学校。这边呢就明显的被堵住了，到处都是车。虽然是一个单行线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手边呢，正在装卸货物的大卡车，然后还有拉这些货物的平板车啊、小推车。我刚在路上呢，看到大家各有奇招啊，怎么来运送货物？那些平板车呢，推的东西有些也是蛮重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呢，他双手拉着这个平板车，但是呢，脚上蹬的却是一个平衡车啊，就大家在路上经常看到的平衡车，他是靠这个平衡车这个来拉着他的一个平板车。那么也有呢，用这个电动车来拖着这个平板车，如此种种啊，大家就各司其招。当然更多的呢，就是直接用这些电动车呢来装载货物。你看这个车过去的就是堆着老高老高，所以都是有一些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种智慧啊，
是呢也感觉确实不容易。所以在这么一个堵得严严实实的这个车上，可能是从中医院出来的一个救护车需要在这边呢能够通行。估计在这样的路上呢，不得不耽误一些时间啊，所以确实是比较麻烦啊。而且这边呢没有这种说对这些消防车、救护车，让道的这种习惯。按理说呢，就是大家应该是紧急的，就是让出一条道来，让这样的一些急救的车辆呢能够优先的通过。右手边呢还有一个越秀的银杏怡园，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养老院啊，写的是越秀区人民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楼下呢也有一些小超市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他让点路出来啊，让他先能够通过。让了一条道给他啊，让他能够稍稍的能够快一点的走过这个路段。毕竟这个响着警报啊，这样的救护车肯定是去救急的。快到这个解放南路这个路口了啊，我们看到的呢，左手边还是有很多的轴承啊、螺帽啊、标准件的一个固件呢等等五金啊、金属方面的这些店铺，所以这么一条并不宽敞的街道，交通非常的繁忙，但是呢还是开了很多这样的小店。那么这些小店呢都不是跟普通人生活消费有关的，而是呢跟工业生产啊那些专门的业务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店。好了，我们已经到了解放南路和大德路的路口了，正好呢也是趁着刚才等人啊这样的一个时段呢，我们也在这边呢从解放南到大兴路，再右转到天成路，再转回大德路，又回到了解放南，给大家也拍了一下啊。其实是我自己也想拍一下这些普通的城区的老百姓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窄小的街道啊，里面生活的老百姓开了很多自己的店，尤其是大德路这边呢，都是成行成市的卖一些金属啊、机电方面的。好，我们已经在解放南这边办完事了。我们现在呢，就顺着解放南啊，走解放桥。解放桥呢，也是一座跨越珠江的一座桥。从这边呢，经过这个解放桥呢，前方有限速摄像头，就可以从这个珠江的北岸呢，到了珠江的南岸，也就是广州人俗称的河南。这条这个红色的啊，3个拱形的这么一个造型的桥呢，就是解放桥。前面呢就是同福路、江南大道等等这些海珠区的这些道路。海珠区来的比较少，所以呢，我们也就在这边穿街走巷的拍一拍，走一走。过了解放桥啊，一到这边呢，就感觉就是一个河南的这个样子了。我也说不清这个河南样子到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个老城区吧。就那些房子呢，就看上去都是有年数了，起码也是几十年以前建的房子。下桥左转呢，就是同福东路啊。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满街的洒水车，跟那个天气干燥有关吗？不太清楚。照理说，这几天这个能见度特别好，没有什么特别的雾霾，但是满街都是在下水，搞得呢很多地方都阻碍交通。你看这个前面一个就是在下水了。当然了，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刚才呢看到是广州第3中学，可这边呢就是第5中学了啊。这边呢就是江南大道，走过去呢应该是海珠桥，就是解放桥隔壁的那个桥叫海珠桥，所以呢我们也去走一走这个海珠桥啊。前方有限速摄像头。这里呢也是一条街啊，就是我们右手边刚才看到的，都是婚纱的一条街。所以广州人呢还是做生意为主啊，任何一条小街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成行成市的一个商业的街道。我们直走呢就是海珠桥，我们也去走一走海珠桥吧。前面呢就是海珠桥了。这座桥呢也是从南到北呢，现在是2个车道，从北到南呢是1个车道，因为没有那么宽啊，没有4车道那么宽。这个就有点像温哥华那边就有一座桥，它就是说根据你的这个时段来调节啊，一边呢就是2车道，一边呢是1车道，但是有时候呢它会倒回来，那个叫 Lions Gate Bridge。现在我们一到这个河的北岸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座雕像，很高大的一个雕像，这个应该是广州解放纪念，确实没错，广州解放纪念的这么一个雕像。前面呢就是广州宾馆，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呢，广州宾馆还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吧，包括这个海珠广场。左手边呢写着1959啊，这个地方的一座大楼，当然这个是个老的大楼，这个是广州最早的交易会的地方。这一段路呢有意的把它铺上了那些石头的路啊。这条路呢是广州起义路。这个广州起义呢跟黄花岗不是一回事啊。广州起义呢是反国民党的这么一个起义。刚刚在起义路上面啊，就突然摄像机的内存满了，所以呢赶紧换了一个内存。我们绕了一圈啊，从这个海珠桥到了河的北岸啊，结果呢又绕回了解放路啊。那我们这回呢，因为已经走了2座桥了，解放桥和海珠桥，那我们现在呢就去走一下啊
河的北岸，就是沿江路这边。那我们也去转一转，看看那个江边的风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起义路啊，它是反对国民党这么一个举行的广州起义啊。那么这些呢，跟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啊，都是一样，都是当年的革命的起义。然后呢，起义呢后来最终都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就是上了井冈山啊，都是几个部分合为一股。这个就是共产党的这么一个武装斗争的一段历史啊。所以8·1建军节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南昌起义来的。广州起义呢，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呢，在广州呢有起义路。武昌起义呢是推翻满清，那么最有名的就是黄花岗起义，广州就有先烈路，这个是为了纪念黄花岗啊，就是为了推翻满清的起义。有时候呢大家容易搞混，就是先烈路啊跟这个起义路两个纪念的这个含义啊其实不一样的。解放南呢，现在就在建一个叫广州民间金融街啊。其实，在左手边这个桥的引桥的左侧呢，已经起了很多的楼了。那这个楼呢，可能就是民间金融街的一些主要的建筑物。这里左转呢，就是到了沿江路了。右手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个牌子啊，广州民间金融街这个牌子。但是现在看来，估计也不乐观了啊。现在呢，我们就走在沿江路上。这边呢也进行了一些拆迁啊，但是呢还保留着某一些以前的建筑，比方说我们左手边的这个建筑啊，但是现在好像是空在那个地方。以前呢，沿江路最有名的就是酒吧一条街，那现在的话呢，基本上酒吧已经没有什么人去了，可能还有个别的啊。在前面呢就是华夏大酒店，这个就当时主要还是一些当年啊，就是港澳台海外的华侨华人回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凭这种叫什么外汇券啊去买电器啊，就是外面的进口产品的一个地方。就当年呢，就是家里头有外面的亲戚，有侨胞侨属。那这样的话呢，回来以后就会有一种指标，就是你可以去买一些外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当年啊，外面的亲戚回到中国来，大概送的礼品啊，最受欢迎的就是那些电器产品嘛，小到这些录音机啊，大的呢就电视机啊、电冰箱啊。对，年轻人呢可能就是喜欢摩托车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拥有一台摩托车，也是通过这样的指标买来的。那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大家这个都是想着要过好日子啊，就是向往那种过好日子的那个年代啊。这跟我们上一代人的那种50、60年代所谓的激情燃烧的这个年代是不太一样的。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所以刚才呢，看到的那个高地街啊，我们当年刚到广州来的时候，高地街上的物品非常丰富啊，各种牛仔裤，各种港式的这些衣服啊，就是外面流行的这些款式的衣服，在这边呢，被那些自己弄个小作坊在加工的，就做出很多这些所谓的时装。
其实合不合身，能不能穿，根本搞不清楚。还有很多呢，就直接就是外面进来的一些布料啊。那个时候深圳的沙头角大把的就是这些外面的一些洋布，各种各样的这种布料。因为当年在国内的话呢，最多也就所谓的的确良了啊，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那些布料，所以那个年代满街都这些东西。当然还有这些架在枕上的一些蛤蟆镜啊，蛤蟆眼镜，大大的那个太阳眼镜吧，各种款式的都是很流行的。手上戴的电子表，真的假的都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日本的什么品牌啊，什么之类的。今天天气呢虽然非常好啊，其实左手边这些树呢，很多都是红棉树啊。到了那个春天的时候，那些红棉花开的时候，这条街是非常的漂亮。以前来走过，当时当然只是拍了几个照片而已。红棉呢，虽然是广州的一个市花，但是远远不如像我们右手边看到这些榕树啊，那么来得多。因为可能呢，红棉树啊生长比较慢，可能作用也一般般。所以虽然是广州的市花呢，但是现在其实红棉树并不是很多了。前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有一座桥叫海印桥。这个珠江啊，一路排过来啊，从人民桥、解放桥、海珠桥、海印桥、广州大桥，再过去呢就是琶洲桥，好多，反正桥梁还是挺多的啊。还有这条就是东濠涌的这座桥。这边呢就已经来到了大沙头。大沙头呢就是广州的电器街，跟东京的秋叶原呢差不多。但是呢，最近啊这几年啊，这个大沙头啊好像生意每况愈下，跟赤岗那边的电脑城一样，生意都越来越不行了。最主要还是用的东西不一样了，以前呢都是靠电脑，现在呢都是靠手机。以前呢都是有线的网络，现在呢都是无线的网络。那所以现在的人呢可能效率更高，移动办公啊就是成了一个潮流。如果没有网络呢，这次疫情很多人也不可能居家办公了。过了这个海印桥呢，前面就是二沙岛。前段时间专门去了一趟二沙岛，给大家拍了一拍啊，一直从二沙岛走到了海心沙，走到了珠江最美的那一段啊。这边呢其实是一个广州非常好的一个休闲地方。在没有进到二沙岛之前呢，左手边呢就是东湖公园吧，还是东山湖公园，然后右手边呢就是一条江边的散步道，现在建得非常不错。这边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引桥呢，就去到了二沙岛。左手
手边呢有个古色古香的牌楼，上面写的诸岛宾馆啊，这是省政府的吧，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接待酒店。以前呢，这里就是体育用品一条街，因为广东省体育局就在这边。但是最近的话呢，好像这里都拆掉了，就变成了一个围墙。这边呢就是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啊，广东省的。最早的时候呢叫体工大队，这个名字很土啊，但现在的话呢早就没有这样的名称了。二沙岛呢，上次来走了一圈啊，也跟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我也说不出比这更多的了，所以我们就不说了，就在这个岛上就经过一下。前面呢是广州发展公园，上次也跟大家说过，这边有很多个公园都是一个企业冠名的，像这个呢不知道算什么啊，但前面有什么叫传奇，就那个车的品牌啊。有一对小伙子在那边跑步啊，不知道是不是消防队的呢？所以这边呢，就广东省体育局往这条路上走。左手边呢就是文立方啊，这个配套的一个小的商业中心，有银行。但是更多呢就是展示一些豪车的地方。到了这边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散步的地方，就是二沙岛的沿江的，可以在这边走路、跑步、骑车这样的一个地方。广东省侨办在左手边，还有就是交响乐团啊，这边呢就是星海音乐厅，所以交响乐团在这边倒是非常好的。广东美术馆在左边。传奇公园就在对面。这个体育公园啊，弄得还是不错，都敞开了，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健身的设施。
就从广州大道打到回福。每当走到这边呢，就现代的这个气息啊，就扑面而来，跟刚刚我们在那些老城区啊看到那个景色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广州也是有多张面孔的。虽然大家戏称它为一个平民城市啊，因为广州的普通老百姓呢还是非常的传统，就像大家看到的啊。有时候有些不大讲究，或者说不修边幅，但是并不等于呢，广州这个城市呢，它也没有追求，它其实也是有它新的一些东西，或者大家也想追求一个现代时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其实哪个地方都有。所以我们从现在走在广州大桥上看到的两边的啊这么一些高楼。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定位成一个豪宅，因为确实这样的房子都是超过10万人民币平方米的，所以并不是一个所谓我们想到的一个普通的这些穷人啊，就是负担不起的那些人可以住得了的。但是照样广州不缺这样的富人，只不过呢，大家就是各有各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各自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的环境啊，人跟人之间呢还是比较包容，不会说我住在一个比较贵的所谓的豪宅区呢，我就看不起你那些刚才我们看到的老城区的那些啊，可能它相对来讲啊，还是让人家感觉就是生活状况不是特别好的那个群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人跟人之间呢，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各过各自己的生活，互相尊重、包容，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城市。这也是广州呢给我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的一个地方，并不是说这个城市没有丑陋的地方，而是它的包容性呢，有时候掩盖了这个城市有时候呈现出来的一些相对来讲还比较不是那么先进啊，不是那么时尚的地方。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来讲，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有他自己的尊严，可以有他自己想要过的这种生活，不用去看人家的脸色，也不用去一定要按照人家的一个要求去做。所以这个城市呢，从这个上面来讲，它是比较温暖的。说完这段话呢，我们就准备关机，结束我们今天的一天的行程。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